我这个房间录像啊，前几天啊，这个声音有点空。我这2天呢，我也调整了一下。昨天的时候有人说还是空，我今天呢又继续调了一下，大家可以听一下。如果还是空的话，我们再继续想办法。也有人说呢，我们这个背景啊，跟过去那个小房间里比起来，还不如过去那个呢。因为过去后面有几个小玩偶啊，看起来还特别生活化。但是啊，我实在不好意思再回到我过去朋友家里去录像了。所以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只有2个方式。一个方式呢，我是把过去那个背景啊 P 下来放到背后；还有一个方式呢，就在现在这个背景基础上啊，我们做一些改善，比如说写上“王局派案”几个大字啊。这个呢，我现在也让我的朋友在做，做完之后我们贴在后面看看效果啊。我们今天聊一个什么话题呢？我想聊一下海南的疫情。大家都知道，海南从8月1号到现在也发生了新冠疫情，一共发现了1000多例感染者。据说呢，是跟越南的渔民在做非法的这个交易过程中传播过来的。但这个链条不重要啊，但现在就是从三亚为核心，呈放射状已经辐射到了全省。于是呢，海南省呢前几天就紧急实行了所谓的静态这个全域静态管理，就是封城嘛，就是整个海南只能进不能出。很多人拿了票，坐在飞机上又重新下来之后，又留在了当地。那么于是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海南这个地方啊，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它是一个以旅游为核心的城市。那么整个海南省啊，现在有统计啊，一共有17万外地人在这里。那么三亚有5.7万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17万人旅游到三亚啊，到了海南，一下子被隔离到这儿，这个所谓的所面临的问题跟其他城市都不同。因为如果你隔离的话，只是在自己家里隔离，办公、上班什么之类的就地停止，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处理。但是有17万人，他不是本地人，他本身在外地有工作，他第一要着急回去，第二他在这个地方举目无亲，他如果继续留在这个地方，他的吃啊住啊你都得管。所以对于海南来说，它的全域静态管理跟其他城市比起来难度要大。紧接着问题就来了，澎湃新闻就报道，成都有一家人到三亚去旅游，然后呢，那这就走不了了，那继续得续订吗？政府说了，续订的话酒店是5折。那么5折多少钱呢？他们住的酒店也比较贵啊，5折他们一家13口，1天1万多块钱，如果7天的话就是10万多块钱。这听起来真够吓人的，这要是封1个月，这还不破产了？你想想是不是？虽然他们住的酒店比较贵吧，文华东方，你就是打5折也很贵，但关键是这个钱该不该由他们来出呢？所以我首先就想聊一下这个话题。在我看来啊，隔离的费用应该分为2类，有一类就是应该自己出，比如说你可预期的，比如说什么呢？现在我在日本，我想回中国，当然我也回不去了啊。假设我想回去，现在回去之后要隔离14天，对不对？这个我是知道的。那么这14天的费用显然应该由我个人来承担。那不光是回中国要承担，那么前一段时间啊，去年的时候，比如说去澳洲、去新西兰都需要隔离啊，那你隔离的时候都需要自己来承担费用。我个人觉得这种可预期的、你事先告知的隔离，这个就应该自己来承担费用。但是另外有一种情况下，我认为隔离不应该自己出费用。比如说北京突然封城了，然后要转移，把一个小区的人从北京转移到张家口去，那么这种情况下，在张家口让人隔离20天，你说应不应该让北京的这些小区里的人自己出费用呢？显然不应该，因为它是一个突发事件，你是为了控制这个地方紧急出现的疫情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在我看来，这一类的所谓的临时性措施的情况下，所有的人都不应该出钱。海南也一样，这17万人被隔离在海南的外地游客，原则上不应该自己出钱。但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了啊，因为大家住的酒店不一样，所以政府你显然也不应该，你让他们都按照原来的酒店通通住在一起，然后政府买单。因为有人住得好，有人住得不好嘛，有人住文华东方，有人住普通的商务酒店，还有人住民居呢。所以政府应该提供一个普遍的、普通的、一般的标准解决食宿。但同时呢，如果你要是看不上这样的酒店，你愿意自己住，那你可以出去到外面是自己去订酒店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外面的酒店也应该有适当的一个封顶价。现在的问题是，那些豪华酒店们
说是政府规定了啊，按照价格打5折，但是很多酒店其实不是按照他们的预定价格打5折，而是按照门市价格打5折。这2天有很多网上人就讲，他们其实这个门市价格打5折，比他们在网上预定的这个酒店的价格还要贵呢。那你这种情况下，不但没有优惠，反而增加了这些游客的负担，这就不合理了，对吧？另外，我也想说啊，其实这些酒店还是应该有一个封顶价。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的酒店呢，你跟平时不一样，你毕竟没有提供平时那些服务。说白了，从某种角度来讲，你已经变成了隔离酒店。那么隔离酒店只能提供一些最基本的服务，因为它房间都不能出嘛，海滩也不能去嘛，就是一个隔离嘛。再豪华的酒店，也就是一个隔离功能嘛。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价格本身不能太高，就是不能应该有一个封顶价，而不是按照所谓的门市价打5折。海南省政府这2天在新闻发布会也承认，确实有不少酒店就是先把酒店的价格拉高，然后呢再继续打5折。遇到这种情况，他们说要处理啊，咱们也拭目以待啊。赵立坚说的，拭目以待。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澎湃新闻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啊，海南省的媒体啊非常不高兴，专门还发文章去怼这个澎湃。我个人觉得没必要，是吧？其实你想想，如果澎湃新闻不报道出这样的事情，你海南省政府能发现问题吗？你能改正吗？所以面对媒体的披露，媒体的舆论监督，作为地方政府来说，还是应该有一个好的心态。你说这个说什么这个海南因为经济发展水平速度超过上海了，所以你上海不平衡，这就诛心了。你想一想，上海市的 GDP 跟澎湃新闻有什么关系啊？然后他还说，上海当年你们封城的时候，我们海南都帮着你们了，你们现在就搞负能量带风向。我个人觉得，这写这样文章的人水平太低。你想一想，这个不同城市、不同省区之间，他们之间的关系跟你互相之间有问题可以去监督、可以报道，这是2个概念。海南呢，在中国毕竟还是属于不太发达的地区，他们还是应该尽可能的学会去接受媒体的批评和监督，这是第2点。第3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想说的是啊，海南这次媒体的海南这次疫情的情况，我特地查了一下数据，我发现啊，就是说一共1000多例里面呢，有这个总数，有轻症，有无症状的感染者，但是呢，就没有这个所谓的重症感染者的数字。因为我确实也有很长时间没有关注内地的这个疫情了啊，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内地已经开始不公布这个重症感染的人数了。但在我看来啊，这个重症感染人数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重症的人数它要占用医疗资源，比如说它要占用 ICU 嘛。大家之所以说这个新冠疫情可怕，是因为它的重症率高，死亡率高。因为死亡率高对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影响，重症率高它是挤占医疗资源，大家都住进了 ICU， 你别的病你就进不了医院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武汉早期要采取那么严格的封城措施，就是为了避免这个疾病这个病毒啊快速扩散，导致大家去挤兑医疗资源嘛。但是现在奥密克戎之后，我发现我们看不见这个数字了。那么到底现在全国各地呀搞得这么严的封城措施之下，那个现在的重症率多高呢？不知道，这就蛮奇怪的啊！你想想，前一段时间上海轰轰烈烈搞了几个月的封城，最终于把这个疫情压下去了。但是我们知道，在整个上海封城期间，重症率多高吗？反正当时是没公布。好在前几天6月份的时候，张文宏医生发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还挺重要的，发在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周报上。它的样本采集时间就是3月22号到5月3号，我猜就是上海整个上海疫情期间它采集的数据啊。一共采集了多少数据呢？是33816名，样本数也够大啊。他把这些数据一共分成了2组，一组呢是高危人群组，一种是非高危人群组。所谓的高危人群组呢，就是60岁以上的带基础病的，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啊、免疫系统疾病啊等等，就是这些的有基础病的加上60岁以上的人群分为一组。这一组呢是1万多人，还有一组呢就是年轻的没有病的
这一组呢是2万多人。那么这2组分完之后总数，他统计了这3万多人中间进展到重症的一共是多少人呢？22人，一共只有22人。而这22人中间全部都是高危人群组的，也就是说非高危人群组中间的重症率是0，是0啊！大家仔细听一下，也就是说一个人都没有。那么就是在这个高危人群组中间的22个人中间所占的比例是多少呢？是0.065%，这个数字验说也不高，跟一个普通的流感水平也差不多少。大家去比一下，当时武汉最开始的时候那个新冠疫情，那个重症率比这个至少高几十倍啊。但是你想想，上海市花了那么大的成本，花了那么长的时间，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最终年轻人中间非高危人群中间的重症率是0。那么这个论文我认为为什么非常重要呢？是因为其实这个论文揭示了我们在现阶段通过这种封城的方式继续来防治新冠疫情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海南这次的疫情中间披露的数据，有啊，无症状感染者、这个轻症的感染者都有这个数据。那如果要是它主要就全是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为什么我们还要封城呢？为什么还要实行这种所谓的全域静态管理呢？这是我们应该问的问题啊！这也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中间每个人都应该问政策执行者的问题。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如果面对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我们应该怎么进行防控呢？说白了很简单，年轻人就不管了，打疫苗最好，不打其实也无所谓。但是60岁以上的有基础病的，动员他们尽早打疫苗，尽快打疫苗，尽可能多的打疫苗，比如说3剂、4剂都打满，形成疫苗屏障，因为他们本身是身体最容易被新冠疫情侵蚀的群体嘛。但是我们现在是正相反，我也看过一组数字啊，就是我们现在60岁以下的年轻人，国内啊疫苗的接种率是最高的，而60岁以上这些最需要打疫苗的人呢，反而接种率最低。所以你看到了吗？我们现在整个这个疫苗的防控措施啊，不是疫苗的防控措施啊，是疫情的防控措施啊，跟在科学上如何尽可能的防治这个新冠疫情的传播啊，是反的。全社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让每个人一发现一点疫情原地不动，然后呢，其实这个疫情本身所导致的重症率非常低，然后呢，那些真正需要打疫苗的人，建立疫苗屏障的那些人呢，我们所谓的这个疫苗接种率却没有那么高。所以你就看到了吗？科学防控是多么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当然不好猜测了啊，就是说现在这些各地政府不公布这个重症率，是不是出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我猜可能多多少少是有这个因素。因为一旦要是公布了这个，你比如说海南1000多例里头一例重症都没有，比如说上海，你每天公布今天感染了1万人，明天感染了8000人，重症率只有1例，大家自然就会问你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实行封城？但是我想说的是，不管他现在有没有公布，张荣宏的论文已经揭示了这个现实。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的这种封城全域静态管理的措施毫无必要。现在这种所谓的这种封城式的管理方式、防控方式，说白了就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为了政治化的因素。这一点不是我说的，是上海市当时那些疾病防控的专业人士讲的。他们自己的专业医院不被尊重，他们自己的专业医生，他们自己的专业声音不被尊重，结果导致了上海市花了那么大的精力，最终其实防控的可能就是一个大号的流感。话说前一段时间我在乌克兰做采访，在整个乌克兰期间，我没见过一个人戴口罩。我从乌克兰准备回日本，路过摩尔多瓦的时候，就是在酒店做核酸的时候，那护士戴着口罩。在伊斯坦布尔转飞机的时候，那飞机场上熙熙攘攘啊，几千人在那个地方，
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头也没人戴口罩。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生活已经完全正常了。我们回日本，只要接种过3针疫苗，那么也一切如常了，既不隔离，也没人管你了。只有在中国，现在还在过着跟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完全不同的生活。最关键的是，这样一种防控措施其实毫无必要。海南呢，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上海？我们不知道。因为上海在几个月之前成为了中国防控疫情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上海之前，其实很多人对这个疫情的防控措施还较少有怀疑的声音，但是上海折腾了2-3个月之后，很多人开始怀疑了。包括张文宏医生的这样的论文，说明这种怀疑本身也是有价值的、有道理的。那么海南呢，这一次会不会成为上海，继续封几个月，我们也不清楚。但我们想说的是，这种风控的措施真的没有必要，它真的到了应该彻底改变的时候了。也希望我们国内的决策者们不要再因为所谓的政治的因素折腾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了。因为那些隔离在海南的17万人游客中间，他们不是生活中只有旅游，他们还要等着回去工作，他们还要等着回去，孩子要去上学，他们的家人还在等着他们团聚，他们还要等着回去正常的生活。如果你们真的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请赶紧放弃目前这种措施吧，让每一个普通人尽早回到正常的生活吧。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谢谢大家，我们明天接着聊。